一回想起那天的经历还是会让我阵阵后怕。长假期间，我和男友踏上了期待已久的旅行。因为提前做了攻略，我们还特地订了一家好评很高的民宿。民宿坐落在山脚下，风景如画。结果到了目的地，我们都傻眼了。民宿一共3层，但好像年久失修，墙壁裂缝交错。走到提前预定好的房间里，一股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。我和男友对视一眼，皱着眉走进房间，这简直和网上描述的根本不一样。我打开手机想找找还有没有别的民宿选择，却发现附近的酒店都住满了，最近的距这儿也有50多公里。我敲着发酸的肩膀，认命地躺在床上，刚准备闭眼休息会儿，却在枕边发现了不明毛发。这是有多久没打扫了？我一夜没有休息好，闭不紧的窗户风呼呼地吹了一夜，我的脑壳生疼。天一亮便直接去找老板理论，哪成想老板一脸无所谓的样子，更不打算给我退钱。原本好好的一次旅行，却被住宿惹得心情十分糟糕。我一怒之下给了民宿差评。什么垃圾民宿，住宿环境差，连老板态度都十分嚣张，感觉像住在鬼屋，千万不要入住，不然你会后悔终身。然而在假期结束后的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电话，他的目的很明确，想让我把差评撤掉。回忆起在民宿的经历，我仍觉得窝火，直接拒绝了他的请求。但对方仍不死心，不停地给我打电话道歉，他的语气很谦卑，和之前判若两人。我微微上扬了嘴角。在听到对方说民宿已经进行了整改，特别邀请我们再次入住民宿，食宿全免时，我便欣然接受了下来。当我们再次回到民宿时，眼前的景象变得焕然一新，房间里干净整洁，就连门窗都换成了新的，和之前判若两样。看着眼前的美景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我整个人都放松下来，心情无比惬意。老板一脸笑意地说：“今晚给你们准备了烤肉和啤酒，您看满意吗？”面对老板讨好式的服务，我的嘴角又不自觉地上扬。原来这个差评这么好用。想到此次再住民宿的缘由，我对老板笑着说：“我们会给你好评的。”就在此时，笑容突然在老板的脸上定格，下一秒他的表情变得很怪异，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悠悠地开口：“我希望你现在就能给。”他的突然变脸让我也愣在了原地，我感觉浑身很不自在。不过按照之前的约定，我还是删除了差评，又重新给了他好评。老板看完手机，眯了眯眼，随后又露出了诡异的笑容，这笑容映在黑夜中格外瘆人。这时我才发现，整栋民宿安静的可怕，似乎只有我和男友2人入住。我们吃过晚饭后，赶忙回到了房间。山里天气多变，不一会就下起了大雨，窗外的雨水打在树叶上沙沙作响，窗帘也随着乱晃了起来。我打了个寒战，走上前去准备把窗户关上，然而一张阴笑的脸赫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是那个民宿老板。今天玩得开心吗？他低沉的声音从窗外传来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我被他吓得心脏都要跳了出来，半晌才回过神，僵硬地对他说很开心。老板嘿嘿地笑了2声，便转身离开了窗前。我慌乱地关上窗户，拉上窗帘，隔绝外面的一切。尽管这样，心依然狂跳不止。深夜睡到一半，我突然渴醒，看着男友还在旁边玩着手机，便让他给我递一杯水。男友起身找遍屋内都没发现矿泉水，看了眼时间才11点多，便准备出门去问下老板。可就在男友打开门的瞬间，一道人影正站在门外，又是老板。他的手上拿着2瓶矿泉水，默默递给男友。看着男友手上的矿泉水，我再也没办法淡定，汗毛都立了起来，男友的脸色也很难看。想到今天发生的一切，老板的服务太周到了，但是周到的让人觉得心里毛毛的，总感觉他一直在盯着我们。我不安地和男友对视一眼，这个民宿无论如何也不敢再待下去了。我们提着行李落荒而逃。然而车子刚发动时，老板竟然出现在车窗前，满脸诡异地盯着我。你们这是要走吗？我吓得惊声尖叫，男友一脚油门窜了出去，只看到后车镜里老板狰狞的表情渐渐远去。我因为玩游戏蹭了个网，却让全家陷入了一场离奇的灾祸。晚上我窝在房间打着游戏，正玩得起劲时，网却突然断了。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的我瞬间火冒3丈，迅速窜到客厅去查看情况。此时爸爸站在路由器前，正面无表情地盯着我。我有些心虚，结结巴巴地问：“怎么没网了？”爸爸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：“作业写完了吗？天天玩游戏能当饭吃？”骇人的眼神让我吞了吞口水，小声地说了句知道后，不情愿地回到了房间。书本上的字一个都看不下去，我烦躁地躺在床上发呆。不甘心的我
拿出 Pad 继续搜索附近的 WiFi， 看看有没有可能蹭一下。果然有一个叫免费共享的 WiFi， 让我瞬间眼前一亮。我激动地点了链接，下一秒，一个网页弹了出来，提示我需要填写调查问卷就可以免费使用网络。我内心闪过一丝迟疑，即将碰到确定键的手指生生缩了回去。可游戏的诱惑让我心里直痒痒，最终还是点了确定键。页面上随即出现了问题，性别、年龄、居住的地区，看到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问题。想了想，我便输入进去。系统随即提示还需要1步就可以使用免费 WiFi 了，有些小兴奋，我不自觉搓了搓手掌。这次是一个选择题，以下哪种是你的交通方式？出租车、公交车、自行车、私家车。我随便就点了个公交车。下一秒，网络果然连接上了，速度快得惊人。我欣喜若狂地找到朋友继续开黑。隔天，我顶着重重的黑眼圈起了床，妈妈见到后训斥着我：“哎呀，晚上又熬夜了，跟你爸一个德行。”姐姐也在一旁偷笑，我不敢吭声，坐在沙发上吃早饭。电视上正在播报实况新闻，麻吉市101路公交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。我猛地停下吃饭的动作，眼睛里满是震惊，看着现场很惨的画面，一股寒流席卷全身。这不是我每天早上坐的公交车吗？如果不是我今天起来晚了，我也会在那辆车上。很久我才平复了心情，难道和我昨晚填写的问题有关？但随后又安慰自己是巧合而已。夜晚再次来临，尽管心有余悸，可是游戏的魅力还是让我再次点开了免费的网络。而今天的问题是，你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？单身公寓、普通小区、别墅、宿舍？想着反正也是随便调查，不用这么认真，随手就点了个单身公寓。很快，我担忧的情绪被游戏的快感所代替，又开始愉快地玩了起来。半夜，一阵刺耳的火警声将我吵醒，茫然地睁开眼睛。窗外格外刺眼，拉开窗帘的刹那，我的手脚瞬间冰凉，心脏狂跳不止。对面的单身公寓竟然着火了。这时客厅传来脚步声，我拉开门时，家里人已经都在门口穿鞋了。我焦急地问：你们去哪儿？哎呀，你爸的车就在对面停着，我们去看看。爸爸还叮嘱着我：你早点睡觉，明天还要上学。随后他们就出了门。我选择了公交车，公交车就出了车祸。我选择了单身公寓，公寓就发生了火灾。我不敢再想下去，暗暗发誓再也不用那个免费网络了。可就在这时，Pad 里又弹出来那个 WiFi 的链接页面，一瞬间，我的瞳孔收缩，冷汗浸湿。页面上赫然出现了3个人的照片，上面的问题是：你的家人中，你最爱的是谁？快去床下躲好，快！凌晨1点半，我收到了哥哥发来的短信，可他不是在一次科研实验中牺牲了吗？我猛地坐起身，就在我要打电话时，第2条消息发了过来：不能接电话，研究出事故了，导致大批感染，快！随后又发来一张图片，还没有放大，我就看见里面有几个面部血肉模糊、躯体扭曲、像人一样的生物。我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，有些反胃想吐。看着屏幕上的文字，颤抖着手打下一个好。哥哥毕业后就出国深造，后来被留在当地的实验室工作，作为彼此唯一的亲人。工作稳定后，就将我也接去了。掀开被子下床，我的腿仍有些软。我一直以为哥哥在研究生物制药相关的技术。趴到床下，打开手机手电筒，摸索半天，恰巧发现有一块砖边角有处凹陷。我用力一拽，头撞到了床板，疼得我又低下了头，跪趴着退出床底。我准备将床拉出来，尽管只是木板床，还是费了我很大的力气。打开大灯，我才发现床底有一道凹下去的地方，下面竟是一个小铁窗，铁窗是朝地下推开的，黑黢黢的洞。我拿过手机，打开手电筒往下照了照，这洞不深，小心地顺着梯子下去，我才发现这哪里是一个洞，这完全与地上的家一样大。手电筒朝前照去，我看到一袋袋米面被整齐地放在墙边，心脏跳个不停。哥哥究竟是什么时候弄出的这个地下室？又是什么时候将这些米面放进来的？联想起刚才的照片，难道哥哥早知道会出事？地下室很大，用手电筒照了照，发现墙壁上有一处开关，打开后地下室瞬间亮了起来。这下面竟然有床，只是床上什么都没有。我又清点了一下物资，有纸、有水，甚至连卫生巾哥哥都为我准备了。我顿时眼眶一酸，揉了揉眼睛，深吸一口气。哥哥准备了这么多东西，怕是说明事情比他想象中的更严重。还有，为什么哥哥一个好端端的活人会被通知死讯？自从得知哥哥的死讯后，我就很少出门了。我往地下室更深处走了走，又发现了一段台阶，
我愣了愣，这台阶上去是通往哪的？爬上台阶，就发现摆满的各类罐头，还有一块镜子可以看见外面。这镜子竟是卫生间的那面，原来卫生间的镜子是双面镜。我压下心中的震惊，哥哥究竟把这幢房子改成了什么样啊？看完地下室的全部构造，我就准备原路返回，先把家里的东西往下搬。哥哥只是让我躲在地下室，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出去。我叹了口气，看来必须要做万全准备了。回想起哥哥发的那张图片，我还是有点恶心，但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。从地下室爬出去，才发现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雨。一看手机，已经3点半了。我拎着袋子跑到厨房，收拾了一堆东西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窗外突然响起一道雷声，吓了我一跳，手里的苹果掉在地上滚了出去。然而此时，开门声响起，这么晚了，是谁来了？丧尸爆发时，我在床下发现了可以躲避的地下室和早已储备好的物资，但是哥哥在发完消息后就在杳无音讯。突如其来的敲门声让我的喉咙瞬间发紧，我悄悄地靠近门口，敲门声依旧在继续。梦蝶啊，赶紧开门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这人是谁？我不敢出声，只能透过屏幕往外看去。走廊散发着微弱的光芒，隐约间有一个穿着黑衣、看不清脸的男人正站在门口。我是王泽，你哥哥的同事，快开门！听到他的话，我的心头一震，下意识地握住了门把手，只是突然就顿住了。哥哥是有一个同事叫王泽，我们甚至还见过几次，可门外的人一直低着头，样子处处透露着诡异。我不得不打起12分的精神。外面的男人还在反复强调着自己的身份，我收回了手，默不作声地往后退了2步，眼睛却一直死死盯着屏幕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看着屏幕上的男人转身离去，等到外面彻底没了声音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转身便想着继续整理物资。然而没过一会儿，门口又响起了敲门声，我的身影僵住，这人怎么阴魂不散的？梦婷，开门，是我，王泽。一道低沉的男声从门口传来，怎么又是王泽？我猛地瞪大眼睛，放轻脚步回到门口。屏幕里的男人面色严肃，并不戴口罩，确实是王泽的脸。实验室出事了，我逃了出来。那屋子里有一个地下室，我们一起躲进去，快！他竟然知道地下室。想了想，我按下按钮。刚才也有个人说他也是王泽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男人有些错愕。刚刚那个人是假的，你仔细看看我们见过，是你哥让我来找你的。说完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工牌，贴近镜头，确实是王泽的脸和他的名字。我没有说话。地下室是我和你哥哥一起建的，我比你更熟悉地下室的环境。那我哥呢？我打断了王泽的话。王泽一梗，我不知道，实验室出事故了，死了不少人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，很抱歉，当时没能将他也带出来，但他应当不会有生命危险，那群人还指望你哥哥研究，不可能让他死在这场事故里。我打开了门，王泽看了过来。先进来吧。他的样子很狼狈，身上也都是雨水。我准备去开灯，却被他制止住。别开灯，我们要赶紧进地下室。王泽表情严肃，我讪讪地缩回手。可是东西还没整理好。我来拿。说着，他就搬起了我整理好的物资往卧室走去。我看着王泽衣服凌乱，想了想，跑到哥哥卧室收拾了几套衣服给他。王泽看到那些衣服有些发愣，弓着身子双手接了过去，然后向地下室走去。走了几步，他猛地收住脚，转过身正色对我说：把家里所有能接水的桶都接满，我们恐怕要待很久，下面的水不一定够用。我答应了一声，开始接水。因为不知会被关多久，我决定拿一些书去地下室。不经意间看到书架上哥哥的笔记本，我叹了一口气，也拿在手里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阵枪响伴随着尖叫声在我耳边炸响。如果你生活在末日之下，你会选择给陌生人开门吗？屋里有人吗？帮帮我！一个虚弱的女声传了进来。她又是谁？我蹑手蹑脚的又挪到屏幕前，屏幕里一个头发凌乱、眼睛半眯、眉头紧锁的女人站在门口，她的表情很痛苦。能开个门吗？他们马上又要来了。女人似乎感受到我在注视着她，把脸对准屏幕，艰难地说：我没有吭声，毕竟这一晚上发生了太多诡异的事情，我不敢轻举妄动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了类似野兽的嚎叫，女人的表情瞬间变得扭曲，拍门的力道也在加重。把门打开，快打开，救救我！下一秒，两个歪歪扭扭的生物出现在屏幕里，他嘶哑又绝望的声音让我心生怜悯，手不自觉地握住门把手。别开门！一个低沉的声音在我的耳后猛地响起，我转过身去，王泽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，表情凝重地看着我。我刚想开口解释，王泽捂住了我的嘴，将我拉到了远处，外面的吼声越来越近。如果不救他，他会死掉的。
我挣脱王泽的手，但也不忘压低了声音。外面的情况我们根本不清楚，我们不能轻易开门。可你敲门我也开了。我有些生气，王泽愣了一下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我的眼神望向门口，女人依旧无助地拍着门板。然而下一秒，只听女人一声惨叫，随后消失在屏幕里。我吓得捂住了耳朵，已经不敢再抬头去看了。王泽却异常冷静，眼睛始终盯着屏幕，好像在观察着什么。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。我生气地对王泽说，可王泽却一直皱紧了眉头。突然，他瞪大了眼睛，一脸严肃地盯着我。赶紧回地下室去，立刻马上。王泽并没有给我太多思考时间，直接将我塞进地下室，和我一起被丢下来的还有剩下来的物资。随后他又返回，将地上房间的生活痕迹全部清除。就在我想问他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地上突然传来了动静。王泽冲我做了一个虚的手势，掏出了手机递给我。我惊讶地看向手机，这竟然能直通我家的房门监控。门口的监控视频里再次有人影攒动，我警惕地盯着屏幕。王泽拿着一根铁棒守在唯一的入口处，门口一共站着3个人，2男1女，贼眉鼠眼地通过猫眼往里望。等等，这个不就是刚才求助的那个女人吗？她不是被丧尸咬死了吗？我震惊地瞪大了眼睛。视频里女人开了口，看样子家里确实没人，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不费尽心思演戏了。我俩更辛苦啊，丧尸可不是这么好装的。别废话了，正事要紧。接着2声枪响后，他们直接走进了屋子。没过一会儿，就能听到楼上翻箱倒柜的声音。他们在找什么？听着声音越来越靠近头顶，我的心提了起来。王泽眼神坚定，随后就用口语示意我别怕。我稍微安心一点。一番折腾后，几个人似乎并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，肯定还在他身上。干脆一把火把这里烧干净，就算再也让它变成灰。不行，这样更容易打草惊蛇。几个人一番争论后离开了我家。你什么时候觉得不对的？我见过真的丧尸，他们的行动不会这么缓慢，再加上眼睛。王泽指了指自己的眼睛。丧尸的眼睛不会这么亲密。我惊讶地问道。那他们在找什么东西啊？王泽眼神躲闪，并没有回答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王泽依旧沉默着，他的反应不免让我有些怀疑。我下意识地想和他拉开距离。你别怕，我……王泽的话还没说完，一声巨响袭来，随后我的眼前一片漆黑，一道若有若无的低吼声传来，似乎还伴随着一股恶臭。这是……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。王泽，王泽！我开着手电筒顺着地下室走上了台阶。王泽，你在这里吗？我举着手电筒照了照，突然一道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我对上了一双血红的眼睛，只距离我不到1厘米。那一秒，我从脚尖到天灵盖都承受着灵魂的战栗，伴随着我的一声惨叫。梦婷，梦婷！我睁开了眼睛，逐渐清醒了过来，就对上了正一脸焦急的王泽。又做噩梦了吗？我揉了揉依旧有些隐隐作痛的额头，这已经是我们在地下室待的第65天了。那天地面传来了爆炸后，天花板的墙皮直接给我开了瓢，得亏有哥哥留下的药箱，我及时处理了伤口。我俩也习惯的每天盯着监控，从最开始看到路人被扑倒时的心惊，到后来边吃罐头还能眼不眨的看着。我一直以为我已经能够适应这种日子了，可没想到就这2天的一次高烧，让我连着做了几次噩梦。你说我哥藏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开始躲在地下室的那段日子，因为王泽不与我透露过多实验室的事情，但我不想稀里糊涂的混日子。在我的再三要求下，我才了解到，原来这次灾难就是由他们实验室违规操作引起的。我瞬间想到了起初哥哥发的那张照片，里面不鬼不人的东西，竟然就是他们的研究对象。而后我也才知道，原来哥哥早就意识到不正常，只不过劝说了之后，对方并不在意。直到事情爆发，哥哥第一时间就让王泽逃了出来。第一是为了保护我，第二是为了找到他藏在家里有关实验室的资料。只不过哥哥并没有来得及告诉王泽那资料到底是什么。正在我愁思苦想时，突然地上再次传来了响动。他们又是来找资料的。我的神经绷得格外紧，他们已经来过很多次，家里早被他们翻了个遍，但始终没有任何线索。王泽并没有吭声。地上突然传来了走路的动静，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起身跑到了隐藏的镜子前，刚好看到卧室里1男1女正坐着休息。这里看样子还算安全，我们暂时留在这儿。男人对女人说：我们不会死掉吧？那群丧尸好可怕。女人满脸忧愁，几乎要哭了出来。相信我不会的，不用太担心。这几天那群丧尸的行动力越来越迟缓，估计要不了多久会找到攻克他们的办法的。我和王泽对视一眼，难道研究所已经想到了办法？男人站起身找了一大圈，似乎是发现屋内没有任何食物，叮嘱女人留在房间，独自一人出去了。
不久，女人站起身走进了卫生间。她先是洗了洗脸，然后抬起头注视着镜子，一脸若有所思的模样。我咽了口水，虽然明知对方看不到里面，但她一直盯着的模样总让我有些发怵。就在女人要有下一步举动的时候，一个黑影从她的身后窜了出来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对面楼层的女人了，难道她真的出事儿了？她窗户上的图案又代表什么呢？我是一个失败的小说作家，因为作品销量一直不佳，收入也得不到稳定的保障，被迫我只能搬进了这所廉价的公寓楼。也是偶然的契机，正当我在窗口思索剧情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那个女人。她似乎没有拉窗帘的习惯，略显昏暗的灯光下闪过一个窈窕的身影，窗户里只看到她那修长的手臂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件扔在床上，很显然她是要去洗澡。于是我盯着对面无人的房间看了一阵子，那也是一间卧室，只是陈设十分简单，从这里看过去房间里的情况一览无余。一开始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，但时间一长，我也就自然接受了，毕竟我也是女人，就当作是同性之间的互相欣赏吧。某天，我再次坐在窗口苦思冥想的时候，熟悉的景象消失了。他今天居然破天荒地拉上了窗帘。我原本以为他终于有了保护隐私的意识了，可一周过去了，我隐隐感觉到了异常，因为这段时间他的窗帘一直没有拉开过，甚至窗台上的衣服也很久没有收回去了。更不对劲的是，今晚我照例在窗口看着对面黑乎乎的楼层发呆，突然我注意到对面阳台的窗户上似乎多了一些图案，那是一个用深红色颜料涂抹上去的，乍一看甚至觉得像是人血，整个图案看上去歪歪扭扭的，毫无章法。这显然是慌乱之中画出的东西，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情急之下，我甚至开窗探出头，换各种角度去看，这才终于有了眉目，一板一眼地念出了2个字幕 SO。 我被自己画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。他真的出事了吗？我紧张地想拿出手机报警，可转念一想，我又该怎么解释？我偷窥到对面窗户上有一个好像求救信号的图案吗？晚上我辗转反侧，这如果是真的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？经过了一夜的思想斗争，我最终还是决定到他家去看一看。在去的路上，我一直祈祷着，希望这只是虚惊一场。跟随着楼上的邻居，我成功进入了他所在的大楼。我可以进来，那么其他人也可以。这么一想，便越发的相信自己的猜测了。我忐忑地站在房门前，轻轻地敲了几下门，下一秒，门居然被我缓慢地推开了一条细缝，门没锁。我推开了房门，有人吗？喊了几声，依旧没人回应。我缓缓地推开了门，似乎是因为窗帘被拉上的缘故，里面十分昏暗，什么东西都看不清。我咽了一口唾沫，回头看了一眼走廊，在确认无人之后走进了房间。屋里光线昏暗，我明明是来救人的，可却有一种做贼的感觉。我不敢开灯，只能用手机屏幕微弱的光照明。屋子里的地板上凌乱不堪，我一边回忆着通过窗户看到的情况，一边寻找着正确的方向，蹑手蹑脚地摸进了我记忆中的那间卧室。卧室里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，原本整洁的床单变得又脏又皱，床单上还能隐约看到斑斑血迹。难道他真的出事儿了？种种迹象表明，他可能真的出事儿了。我本能地捂住了嘴巴，想着是不是应该先逃离这里，毕竟我多待一秒，危险就多上1分。就在我惶恐不安之际，一阵细微的呼吸声从身后传来，我僵硬地扭过了身子，却没有看到任何人影。下一秒，我几乎是疯了一样逃回了自己家。然而在我开门的瞬间，我发现门口竟然有一张褶皱的纸条，这显然是有人刻意塞进来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顾不得擦去额头上的冷汗，猛地将纸条摊开，上面写着2个字：快跑！我一脸惊恐地坐在地上，这会是谁塞的纸条？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马上离开这里，然后去报警。可我不知该跟他们怎么说，这听上去就像一个荒唐的故事。我私闯了民宅，还发现了命案，可我却没有任何证据。这种情况令我一筹莫展，虽然我很想救对面的女孩，但是却无能为力，甚至我也可能被凶手盯上了。我握紧了手中的纸条，如果这个真的是有人故意塞给我的，楼道2端都有监控，那个放下纸条的人一定会被监控拍到。顺着这条思路，我跑到了小区的保安室，利用自己小区业主的身份，成功的看到了监控。我的心跳骤然加速，随即将视频放大、放大再放大。这个人一头波浪卷发，尽管戴着口罩，但还是可以看出此人目光中显露出的疲惫。我一脸惊恐地后退了几步，这不就是住在对面楼的那个女孩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她这不是好好的吗？那她又为什么要在窗帘上留下求救信息？我又回想起床上的血渍，难道杀人的是这个女人？可她为什么又要给我塞纸条呢？整件事变得更加诡异起来，我感觉自己的脑子已经不够用了。
我疲惫地回了家，还特意检查了反锁的门。这个地方我可能真的不能待下去了。我紧忙收拾起屋子里的东西，正当我收拾到桌上的电脑时，眼睛的余光无意间扫到了对面楼的女人家。只见她家窗帘忽然被猛地拉开，接着是女人一脸急切的表情。我看到她站在窗前手舞足蹈，似乎是想向我传达什么信息，可声音并不能传这么远，所以我并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我看到她不停地用手指着窗户上的图案，还没来得及思考她想要表达的意思，屋外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。现在可是深夜，谁会在这种时候突然来访？敲门声一阵阵的传来，今天发生的事情太诡异，我始终没敢发出一点声响。我慢慢挪到了门边，透过猫眼看去，那是个看着很普通的男人，只不过胡子拉碴的，皮肤微微泛白，看样子像是许久没有出过门了。下意识间，我再次望向了窗户对面的女人，她依旧一直晃着手臂，再次指了指那个诡异的符号。一瞬间，我似乎想通了一切。505，对面窗户上的图案根本不是求救信号，而是505，那正是我家的房号。那个女孩一直都在提醒我。门外的敲门声已经停止，但我依旧不敢开门，我怕她还是躲在了我家门口。对面的女人是因为某些原因得知了这件事，所以她想着要救我。想明白了一切后，我下意识咽了口口水，最终拨通了报警电话。那个男人被抓住了，起初他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，直到找到了对面的女人，经过一番开导之后，他才终于说出了事情经过。原来那个女孩因为不拉窗帘而被男人盯上了，后来又遭受多次伤害与威胁，产生了应激反应，迟迟不敢报警。这些天男人也一直在女孩家里，当然也发现了站在对面观察女孩窗户的我。而我去他家的那天，那个男人其实就在屋内，但因为门是开着的，他不好下手。女孩则是恰好找了个借口，特意跑到我家，留下了纸条，就是想提醒我离开。因为他发现了那个男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，即便他不敢报警，他依旧鼓足勇气想来提醒我。最后那个男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而我则经过女孩同意后，把这一切写成了一篇精彩的故事，希望能够被更多像我们一样的独居女孩看到。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，不要重蹈覆辙。你听过楼梯恐惧症吗？尤其是在晚上爬楼的时候，这种感觉更加明显。那天我刚加完班，到家楼下的时候大概10点半左右了，看着电梯缓缓往24楼走去，想到马上要到家了，我整个人都松弛了下来。突然，电梯里的灯一明一灭的狂闪起来，我明显感觉到电梯开始无规则的上下颠簸，我吓得神经一下子绷紧，赶紧把电梯所有的楼层按钮都按了一遍，也同时按着电梯里的求救电话。然而等了半天，却没有任何反应。好在大概过了5-6分钟，电梯在20楼停了下来，打开了门，我赶紧冲出了电梯，瘫软的倒在了地上。缓了好一会儿，我愣是死活不敢再坐电梯了，想着还有4层就到家了，就准备从旁边的消防通道上楼。但是消防通道里的感应灯很是昏暗，我打小就有楼梯恐惧症，上楼梯的时候总感觉身后会有人跟着我，但看了眼身后的电梯，还是咬着牙走进了消防通道。然而就在我开门的刹那，突然间一个人影闪到了我的面前，我吓得脸色煞白，死死咬住嘴唇，映着昏暗的灯光，我才看清那是一个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男人。他似乎也愣住了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并往旁边退了一步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小声地说了句不好意思，便往楼上走去。然而就在我与他擦肩而过的瞬间，我似乎发现了他衣领上有血迹。这个认知让我的脑袋嗡的一声，冷汗一下子冒了出来。我假装淡定，僵硬地继续往楼上走，而那个男人似乎一直站在原地。我隐约感觉到他的视线其实一直在盯着我，这种无声的压迫感让我差点晕厥。好在没过多久，一阵下楼的脚步声传来，我也暗暗松了口气，便赶紧回了家。到家的安全感很快让我把这件事情抛之脑后，可我没想到第2天晚上，我正在追剧时，突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，我吓了一跳，想着自己也没有点外卖或者有快递什么的。谁呀？我警惕地冲着门口喊了一声：“我是警察，找您了解点情况。”听到是警察同志，我放松了许多，赶紧起身走到门口，顺着猫眼往外看，是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男人站在门口。有事吗？我打开门，小心翼翼地问。昨晚你们这栋楼发生了命案，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人出入，或者是可以提供的信息？警察的话让我瞬间想到了昨晚楼道遇见的那个男人。我刚想脱口而出时，猛地想到了自己的人身安全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不好意思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也没留意到有可疑的人。这名警察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打扰了。他说完便快步离开了。关门之后，我便打开了业主群，可发现并没有人讨论这件事，物业也没有提醒。不会是警察弄错了地址吧？
然而过了1周左右，我在看电视时，恰好看到新闻上播报了杀人犯被抓获，而那个杀人犯正是那天来我家的那个穿着警服的男人。我顿时毛骨悚然，一个答案呼之欲出。所以大家切记一点，出警的话一定是2个以上的警察，不可能只有1个人来。你真的有仔细看过自己的照片吗？奇怪了，我发现最近对面总有一个人往我家里望，还时不时冲我这边招手。他不会是变态吧？因为加班太晚，我刚回到家就收到了闺蜜的消息，她这个人一直大大咧咧的，我真担心她会出什么事。我立马甩了个视频过去，看到闺蜜嬉皮笑脸的表情，我顿时没了好气。你没开玩笑吧？到底咋回事啊？她看到我的表情很严肃，顿时也收敛了起来，随后便仔细与我说了一遍经过。这几天她每次准备拉窗帘的时候，都会看到对面阳台上站着一个奇怪的男人，而今天那个男人甚至还朝她挥了挥手，嘴里似乎还在嘀咕着什么。但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，是确实有点奇怪。那个人还在那儿吗？应该吧，我给你看一眼啊。顺着镜头的翻转，画面最终锁定在了闺蜜所说的阳台，可阳台上并没有人。哎，他不在那儿。我皱了皱眉，安慰着她可能确实是想多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闺蜜家的门突然被敲响了。敲门的声音很响，听得心里直发毛。闺蜜显然也被吓到了，脸色铁青的愣在了原地。有人吗？我是住你对面楼的，有事情找你。一个沙哑的声音透着门缝传了进来，我的心也被揪了起来，赶忙提醒闺蜜千万不要开门。听到我的话，闺蜜好像也缓了回来，壮着胆子对门外喊：别敲了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我已经报警了。听到闺蜜的话，门口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没过一会儿便响起了脚步声。他应该被吓走了吧？闺蜜小声地跟我说：真是什么人都有，你晚上别出门啊，再有人敲门你就直接报警。看着闺蜜似乎还心有余悸，我又陪她多聊了会儿，才挂断了电话。但不懂为什么，我隐约还是觉得不安。隔天晚上，闺蜜发来了一张自拍照。叶子，你给我买的耳钉到了，你看好看吗？我顺手点开了照片，是她站在客厅对着自己拍的。这款是真不错，果然我的眼光好。刚回复完她，我鬼使神差的又打开了她发来的照片，想再仔细放大看一下。可这一看，我顿时汗毛直立，因为就在她耳朵后面的窗帘边缘，赫然露出了半张脸，那轮廓明显是一个男人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心如擂鼓，不停地想着接下来应该怎么办。我并不敢直接打电话给闺蜜，因为我怕告诉她，她一个女生必定会惊慌，万一被屋里的男人察觉到了，跑都来不及。想了想，我发了个消息给她：我刚好路过你的小区门口，东西有点多，你下来接我一下。我捏紧手机，相信自己这样说她一定会立刻出门。果不其然，哇，你等等，我现在就下楼。闺蜜兴奋的语音发了过来，我顿时松了口气，紧接着我就打了报警电话。在说明情况之后，我便赶紧往她那边赶去。上了车，我又给闺蜜拨了个视频电话，看到她视频的背景已经在楼下。我刚想松口气，却发现她后面有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从楼洞里快速走了出来，想说出口的话顿时卡在了嗓子眼。你走快点，先去门卫，我马上就到了。一直等到她走到门卫处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，把刚才的事跟她讲了一遍。只见闺蜜的脸肉眼可见的发白，吓得浑身发抖。直到警察来了以后，调取了相关的监控，才发现那个男人早在几天前就已经进了小区里，一直没有出来过。后与周围邻居了解情况，原来对面楼的大哥一早就发现窗帘后的异常，但又不确定，所以才上门想来跟闺蜜确认。直到警察抓到了那个男的，才知道他竟然早几天前就从闺蜜晚上忘锁的窗户上翻了进来，甚至病态似的和闺蜜同住一个屋子里。所以独居的女孩，请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睡觉之前一定要检查好门窗。